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天灾早就不只是单纯的自然灾害了？不同国家的救灾现场真的能把人性、体制、社会真相扒得一干二净。一边是美国遭遇顶级山火，百姓家被烧干净，连夜逃命，明明家里有水，却连开水龙头自保都不敢；而另一边呢，日本灾民缺粮、缺水、缺物资，但救命通道里全是没用的千纸鹤。说真的，这些国家真该来中国好好学学什么才是救灾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。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家门口大火滔天，房子随时要被烧成灰烬，你手里有水龙头，却被官方明令禁止打开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火势蔓延。这种离谱到离谱的事儿，不是科幻电影，是现在正在美国华盛顿州真实上演的惨剧。2026年8月，美国华盛顿州的山火已经彻底失控，完全超出了当地的扑救能力。大火直接逼近全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的城区边缘，熊熊烈火吞噬整片山林和居民区，场面触目惊心。目前，光是斯波坎周边就有3场大型山火同时疯狂燃烧，单单这3片火场的过火面积就达到了2180公顷，放眼整个华盛顿州，同时肆虐的重大山火足足有15场，全州总过火面积直接突破10万公顷。这场大火到底严重到什么地步？数据最能说明问题。近6万名当地居民接到了最高级别的强制撤离通知，连夜收拾东西，仓皇出逃，根本来不及带走家产。数百栋民房、商铺、厂房被大火彻底夷为平地，很多房屋烧得干干净净，最后地面上就只剩下焦黑的地基和孤零零的砖砌壁炉，看着就让人心疼。除此之外，上万名居民因为山火断电断水，日常生活彻底瘫痪。斯波坎市长直接公开表态，这是当地有记录以来遭遇过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，没有之一。事态紧急到什么程度？华盛顿州长直接宣布全州进入火山紧急状态，紧急状态令直接签署，延续到9月份，甚至明确规定，但凡违规用火的人一律追究刑事责任。除此之外，州政府已经主动联系特朗普，专门向联邦应急管理局求援。大家好好想想，美国作为全球公认的发达国家，拥有最顶尖的消防设备、最充足的应急预算、最完善的救灾理论体系，怎么会连一场山火都压不住，还要州政府亲自低头向联邦求援？这背后根本不是技术问题，是层层叠加的死局。首先就是连年大旱，把整片山林变成了巨型火药桶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华盛顿州已经连续4年遭遇严重干旱，过去10年里有7年都在闹旱情。当地的水源逻辑和别的地方不一样，不靠夏季降雨，全靠喀斯喀特山脉的冬季积雪存水，春夏积雪慢慢融化，滋养全城农田和植被。但2026年的数据惨不忍睹，全州积雪的雪水当量只有当年正常水平的53%，比过去40年里95%的年份都要干旱，相当于天然水库直接缩水一半。更致命的是，积雪不仅少，还融化的异常提前，开春就大批量流入大海，等到夏季山火高发期，土地和山林干得彻底开裂，满山的树木杂草全是干透的易燃物。别说明火，一点零星火星就能瞬间点燃整片山林。而这次最让人费解、最颠覆认知的诡异现象是，火情最危急的时刻，当地消防局居然公开喊话所有居民，千万别私自打开家里的洒水器，给房子降温自保。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疑惑。着火不用水灭火，那用什么？难道眼睁睁看着房子被烧吗？官方给出的理由真的让人无比无奈，不是怕居民浪费水，是当下全城水压极度脆弱，如果家家户户都开洒水器自保，会瞬间拖垮整个市政管网的水压，到时候消防车的高压水枪直接水压不足，射不出高度，打不到火源，全城灭火力量直接彻底崩盘。简单说就是老百姓自保的代价就是全城彻底没人能救火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只能牺牲普通居民的个人财产，保全整体救火能力。而比天灾更寒心的是美国救灾背后的资本嘴脸和阶层差距。还记得3年前的夏威夷大火吗？百年小镇拉海纳被大火夷为平地，上百人遇难，数千人流离失所。
火灾还没彻底扑灭，搜救工作还在进行，尸骨未寒，外地地产商就已经精准盯上灾区，拿着极低的报价疯狂收购灾民土地。更离谱的是，当年大火精准烧毁原住民和普通平民的居住区，一路之隔的富人豪宅区毫发无损，资源倾斜的差距一目了然。如今华盛顿州山火再次重演了这套荒诞戏码，6万人被迫连夜撤离，政府没有任何补偿安置兜底，低价收购土地的骚扰电话却先一步打到了灾民手机上。这下大家看懂了吧？美国所谓的顶级应急能力、完善救灾体系，全是包装出来的假象。他们的救灾逻辑从来不是生命至上、救人优先，而是资本优先、阶层优先。最好的消防资源、人力、预案，全部优先供给富人区和资本资产。普通老百姓的家园、财产安全永远是可以被牺牲、被忽视的牺牲品。看完美国山火的资本冷漠，咱们再来看另一种极致荒诞的救灾现场。每次日本发生地震，最出圈的永远不是救援进度、物资支援，而是漫天飞舞、泛滥成灾的千纸鹤。别人救灾救命，他们救灾感动自己。把伪善玩成了传统艺能，真的越看越离谱。2026年7月28日，日本熊本发生7.1级强震，震后当地道路塌方，房屋倒塌，水电中断，数万灾民被困避难所，缺粮、缺水、缺药品，急需救命物资。黄金72小时救援时间分秒珍贵，每一分钟都关乎生死。可就在救援人员争分夺秒，顶着塌方风险挺进灾区救人的时候，离谱的一幕发生了。日本大量所谓的爱心人士不捐物资、不捐善款、不去现场帮忙，全员扎堆在家疯狂折千纸鹤，还在网上大肆号召全民参与，一人折100只，号称用千纸鹤为灾民祈福。一时间，一箱箱、一车车的千纸鹤疯狂涌入熊本灾区，直接塞满救灾仓库，堵死物资通道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灾民饿得头晕，热得虚脱，急需生存物资，结果救援卡车拉来的满满一车全是没用的纸鸟。这些千纸鹤不能吃、不能喝、不能御寒、不能救灾，占空间，耗运力，堆仓库，纯粹给救援工作添堵添乱。被逼到没办法的熊本官方只能连夜发文卑微告饶，求求大家别再寄千纸鹤了，真的用不着，还严重耽误救援。最让人无语的是，这群人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千纸鹤对救灾毫无用处，纯粹是累赘，但他们偏要做，为什么？用他们自己的话翻译过来就是：我知道没用，但我还是要做，因为这不是为了帮灾民，是为了自我感动、自我洗白，不用出力，不用花钱，动动手指折纸，就能站在道德高地，给自己立善良人设。至于灾民的死活、救援的压力，他们根本不在乎。你以为这就够离谱啦？还有更抽象的操作，有人为了凑爱心、装善良，给熊本灾区捐款1日元，折合人民币不到5分钱。本来爱心不分大小，1分钱也是心意。可离谱的是，为了转出这1日元捐款，他硬生生付了145日元的手续费，手续费是捐款金额的145倍。灾区1分好处没捞到，白白给银行送了一笔钱，简直荒唐至极。比千纸鹤更离谱的还有五花八门的奇葩闲置物资。大家都知道，日本处理大件垃圾闲置物品需要提前预约，缴纳高额处理费，流程繁琐又费钱。于是很多人借着救灾的名义，把家里不用的闲置破烂全部打包捐去灾区，不用花1分钱处理垃圾，还能白赚爱心人设。根据日本法政大学的相关资料，历次地震救灾中，灾区开箱总能开出一堆匪夷所思的东西：轮滑鞋、滑雪板、高跟鞋、晚礼服、比基尼，全是灾区用不上的闲置物品。食物捐赠更是离谱，成堆的生猪肉、整条生鱼、自制饭团。灾后灾区断电断水，无燃气根本无法保存，放不了几天就会腐烂发臭，滋生蚊虫细菌。这些垃圾物资扔了会被骂冷漠，不珍惜爱心，留着就会占用救命物资的仓储和运输空间，挤压粮食、药品、饮用水的生存资源。这比夏天给灾区送棉被还要荒唐。民间作秀添乱也就算了，日本政客的抽象救灾操作更是刷新认知底线，主打一个仪式感拉满，实用性为零。还是这次熊本地震，避难所闷热难耐，灾民高温中暑、头晕不适，民众急需降温设备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火速表态，全力救灾，大手一挥，调拨300台移动空调，甚至专门出动C2大型军用运输机，浩浩荡荡、大张旗鼓运往灾区，宣传场面做得无比隆重，看着像是全力驰援。结果呢？空调顺利运抵灾区，却全程无法使用。地震早就震垮了当地电力系统，整片区域彻底断电。而这批空调没有配套发电机，完全是摆设。
几百台崭新的空调连箱子都不用拆，直接堆在避难所里当桌子用，彻底沦为笑话。在政客眼里，只要把空调运过去了，救灾任务就完成了，能不能用，百姓能不能受益，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。说到底啊，日本的救灾全程都是一场自我感动的表演。鞠躬道歉，花式祈福，虚假爱心，样样到位，真抓实干，兜底保障，务实救援，一塌糊涂。比起拯救灾民、修复家园，他们更在意自己的体面人设。这种流于表面的伪善，不仅救不了灾难，反而一次次耽误救援，消耗善意，让人彻底看透了这场荒唐的救灾闹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